近期，一场席卷中国金融界的高管出逃潮正在悄然上演，震惊业界内外。短短27个工作日内，超过1100名 A 股上市公司高管提交辞职申请，其中金融系统的离职潮尤为触目惊心。这一现象不禁让人猜测，中国金融体系是否已经站在了崩溃的边缘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中国金融圈高管们的状态可谓是集体排队辞职，有些金融机构甚至出现多位管理层人员同时提出辞职的情况。这些曾经令人羡慕的金饭碗，如今竟成了烫手山芋。辞职理由五花八门，从个人原因到工作压力太大，再到不愿耽误工作等等。然而，真相究竟为何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体制内官员向我们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内幕。他表示，这些高管密集辞职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深层次的腐败和系统性崩溃的迹象。这不仅暴露了中国金融系统已经陷入一场严重的内外失控局面，更显示出金融界高层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已经彻底崩塌，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前景的绝望。事实上，这些高管的辞职程序远非易事。作为拥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，他们不仅需要向国资委提出辞职，还要经过银监局、银监会的审查，甚至需要组织部门的批准。这一复杂的过程意味着，促使他们放弃这份金饭碗的因素必定异常严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绝大多数的辞职申请都未获批准。这背后折射出的是高层对金融稳定的极度担忧。然而，这种强行挽留能否真正稳定金融体系，还是只是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延缓时间。这些高管们选择离开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，但无一不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：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。面对日益增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下行，他们深知金融体系已成为这个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高管很可能已经意识到，他们所在的机构已经成为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火山。继续留在高位上，不仅无法确保安全，反而可能让他们成为下一轮调查的牺牲品。他们的集体出逃，无疑是对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的一种无声警告。在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诸多挑战中，地方债务问题无疑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。近期，多个省份陆续爆出债务危机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至少有15个省份面临严重的债务压力，其中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债务逾期现象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由于大量隐性债务的存在，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水平可能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。一位金融分析师指出，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。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，只是靠不断借新还旧来维持表面的稳定。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，最终只会让问题进一步恶化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地方债务危机与银行体系、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。大量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来自于银行，特别是中小银行。一旦地方政府出现大规模违约，将直接冲击银行体系的稳定性。同时，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，地方债务危机也将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。有分析认为，地方债务危机很可能成为引爆中国金融系统的导火索。一旦出现连锁反应，不仅会导致银行体系出现大规模坏账，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是中央政府也可能难以控制局面。作为金融市场的内部人，这些高管比普通民众更能感知到潜在的系统性风险。从地方债务危机到房地产泡沫，从影子银行到兑付危机，种种隐患正在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灾难。他们的辞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卸责游戏，
在危机全面爆发前，将责任推给下一任，自己则全身而退。然而，当连自己人都在争相逃离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时，我们不得不思考，中国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是否只是时间问题。这无疑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开端，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滑向更深的深渊。与此同时，中小银行的风险也在不断暴露，进一步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。今年以来，已有超过50家中小银行被合并或重组，金融机构的数量在1年内减少了136家。这种大规模的整合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中小银行面临的巨大经营压力和潜在风险。央行的数据显示，高风险银行数量已达到惊人的337家，总资产合计6.63万亿元人民币，且全部为中小银行。这些银行长期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高度绑定，承担了大量隐性债务。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这些中小银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中小银行的股权正在被贱卖。从邯郸银行到济宁银行，再到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，多家银行的股权拍卖接连遭遇流拍。一些银行的股权起拍价甚至被设置为1元左右，这无疑是对这些银行价值的无情否定。当局试图通过合并重组来化解中小银行的风险，但这种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。将多个问题银行合并在一起，非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会埋下更大的金融隐患。一旦这些大而不倒的合并银行出现问题，很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，到那时恐怕就真的是救无可救了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中小银行的困境。为刺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，央行不得不降低房贷利率，这直接导致了银行的净息差收窄，盈利能力大幅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随着房地产企业接连暴雷，大量贷款变成了坏账，这对于抗风险能力本就较弱的中小银行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，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令人堪忧。高管的集体出逃，中小银行的风险暴露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，种种迹象都在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可能即将来临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高层似乎仍在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维稳，而非采取真正有效的市场化改革措施。这种做法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，最终引发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别机构或领域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体系的系统性风险。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到影子银行系统，从房地产泡沫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，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危险的金融生态系统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问题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。比如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与房地产市场息息相关，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直接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稳定性。这种复杂的关联性意味着，任何一个环节的崩溃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，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一些国际投资者已经开始对中国市场保持警惕。有分析认为，如果中国金融体系真的出现系统性风险，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国内，很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。然而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高层似乎仍在试图通过信息管控和行政手段来维持表面的稳定。但是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内部人士选择用脚投票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。